500块，我得到了新上任的女领导。林峰把500块钱放在床头，看了一眼床上还在沉睡的绝色美女。旅馆是你自己要来的，拽着我手不放的也是你，所以我是被迫的。可惜今天他就要被发配到最偏远的土家沟乡镇了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床上的女人突然睁开了眼睛，四目相对。林峰从她眼中看到了凛冽的杀气，他心虚的快步逃离，只留下一个仓皇背影。爸，我要杀了你！刚出旅馆，女人歇斯底里的咆哮声就从楼上传来。林峰头也不回的开车离去。昨晚林峰开车准备回家，路边冲出来一个女人，直接拉开车门就坐了进来。女人一上车就迷糊的说着：“送我去医院。”因为声音太小，再加上方言发音，让充当司机的林峰没听清，还确认的问了句：“啥？去旅馆？”神志不清的宁心已经听不到林峰说什么了，不停的撕扯着自己的衣服。林峰一看这情况，车子没有丝毫减速的冲向了最近的旅馆，然后就发生了令人特别尴尬的事情。反正林峰已经无所谓了。10天前县长被带走的时候，林峰对仕途之路就心思了。县长垮台，身为县长秘书的林峰自然成了过街老鼠，无人敢用。好在县长下台之前将林峰提到了副科，就算发配到乡镇，最低也是个副乡长。今天是新县长到任的日子，也是林峰离开这个权力中枢的时候。清晨，宁心刚睁开眼，便看到一张脸的轮廓以及仓皇而逃的背影。床头柜上放着500块，宁心想杀人的心到达了顶峰。这时电话响起，心烦意乱的宁心接起电话就要往洗手间走，可一挨地便感到一阵疼痛。宁心不自觉地轻哼一声，电话那头传来县委书记马邦国的大笑：“宁县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没醒酒啊？昨晚你不告而别，大家可没喝尽兴。”听到这话，宁心才想起昨天下午市组织部带着自己来平阳县上任，在县班子的接风洗尘下，宁心喝了不少酒，越喝越觉得头晕。宁心立马察觉有问题，在还保留清醒的最后一刻，果断离开招待所。都说平阳县是铁打的书记，流水的县长，这话真是没错。宁心才第1天到平阳，那班人就敢做这种事，显然是想拿捏自己成为对方的傀儡。想通这些的宁心感到一丝后怕，反而对昨晚那个人减少一丢丢的怨恨。好啊，马书记，不过今晚的酒可得我自带了。宁心冷笑一声，说完便挂断了电话，丝毫没有给马邦国面子，也是在变相的告诉对方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昨晚想干什么。此时的林峰正拿着办好的调岗手续，准备离开大院。大院门口聚集着一群人，正在翘首期盼新县长到任。从旁边走过的林峰仿佛一个透明人一样，没有一个人往这边看一眼。可仅仅在10天前，这堆人里80%的人都跟林峰称兄道弟，甚至要为自己做牛做马。这一刻，林峰深切地感知到，一个失了势的县长秘书在政府大院里不如一条狗，连多看一眼都觉得浪费感情。来了来了，车来了！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句，这群人立刻围上去握手。大门右边，林峰独自一人抱着自己的东西离开，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马书记，那个人是谁？下车后的宁心看着林峰的背影，觉得十分眼熟，下意识开口询问：“他是前任那个的秘书，调岗去基层历练了。”宁心自然点了点头，并没有说什么。虽然背影很像，但宁心此刻也不敢确定林峰是不是那个干了7次的牲口。他暗暗发誓，等自己坐稳后，一定要将这件事的人一个个送进去，包括昨晚的人。1个小时后，林峰开着自己的破桑塔纳来到了土家沟乡门口，众人亲切地迎了上来。书记赵建喜仿佛看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，极为热情地领着林峰就往食堂走。林乡长舟车劳顿，辛苦了，我们先吃饭，中午一定要多喝几杯，尝尝我们土家沟的特色。乡长钱松明也是颇为热情。林乡长年纪轻轻就已经副科，还当了乡长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这热情的态度让林峰怀疑自己不是被发配来的，而是过来视察工作了。要知道，赵建喜跟钱松明可是都是马邦国那条线上的人，跟自己的老领导完全不对付。没一会，众人坐在酒桌上，已经几杯下肚了。林乡长能来我们土家沟，是土家沟3万多人的荣幸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以后我们都是一个战壕里的同志了。赵书记，你这是折煞我啊！怎么能让您敬我呢？来，我喝3个，您随意。林峰表现得诚惶诚恐，将姿态放得极低，不容分说的一口气连喝3杯白酒。喝完后，林峰表现出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，当然这是装的。赵建喜与钱松明对视一眼，互相点点头。只见钱松明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，上面写着土家沟乡镇道路修复专款专项拨付资金申请书。林乡长，土家沟有2个修路工程，县里申报已经批了，只需要乡里在申请书上签各自工程就可以开了。我跟赵书记研究决定，让你来负责这2个工程，怎么样？都知道工程有水大，怎么可能让自己这个刚上任的人参与？
钱松明话说着好听，但仔细琢磨全是坑。既然申报已经批了，那乡里还签什么申请书？除非是前不久下发的村村通公路的政策，这个政策是省里拨专项专款给全省还没有通公路的农村修路用的，制度极其严格。申请的每笔资金必须责任到个人，责任到每条路。工程完工后，申请人还必须上报县里跟市里，再由省里下来验收小组来检查。但凡发现路况质量与申请资金相差太多，直接双规加刑事处罚。土家沟身处山里，路况极差，乡里没钱修路，省里的政策是很适合土家沟的，但这个字林峰不能签，也不敢签。一旦签了，林峰就成了这两个老狐狸的背锅侠，到时候他们潇洒度日，然后让自己进去。其实林峰来这个土家沟是来混吃等死的，根本不想节外生枝。只要你签了这个字，你就是土家沟乡3万多人口的大恩人。路修通后，这也算你在土家沟的政绩。你还年轻，迟早有一天会回去的，到时候可就是一把手风光无限啊！见林峰迟迟不说话，钱松明口吐莲花的画着各种各样的大饼。我还能回去，还能做一把手？林峰假装被刺激到了，看向钱松明的眼神里充满了激动。能，只要你签个字儿，我保你能做。钱乡长，我决定了，以后你跟赵书记就是我的好领导。现在只有你们还相信我，我今天特高兴，因为我有新的靠山了。胡言乱语的林峰抱着钱松明感激涕零地说着，完后还打个令人嫌弃的酒嗝。好，以后我跟赵书记就是你的靠山，先把字儿签了。钱松明耐着性子把中性笔放到林峰手里，嘴里不停地催促着。好，我签。难得钱乡长这么看得起我，刚来就让我负责修路工程。林峰小人得志，拿着笔就快速地在文件上签字。只不过签完字后，钱松明跟赵建喜傻眼了，更是一股怒火从脚底板奔流到头顶。只见文件右下角本该写署名的地方，被你歪歪扭扭地写下我准了3个字。看着这3个字，赵建喜与钱松明两人眼神极为冰冷。林峰很合时宜地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起来，让两人看不清这是真醉了还是装醉胡写的。赵书记怎么办？钱松明有些怒气地寒声道，刚才自己可是放下姿态说了半天，难道都是废话吗？让陶红来办吧，我还就不信了，一个毛头小子还对付不了你。陶红，把林乡长扶到宿舍去休息。钱松明走出包间，大喊一声后，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走了过来，恭敬地回应一声，便往包间里面走去。在陶红与几个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成功地将林峰送到宿舍床上。土家沟宿舍黑不隆咚的伸手不见五指，林峰隐约听到一阵阵水声，随后便感觉到身体传来一股温暖的舒适感。什么人？你在干什么？林峰当即开灯，发现自己的宿舍里多了一个人。林乡长，你醒了，我是乡政府接待处的，我叫陶红，主要是为领导服务的。停，我不算什么领导，也不用你的服务。林峰一把推开陶红，离远了，林峰才看清陶红的长相，算不上顶级美女，但长得也颇有韵味。林乡长，是我不够漂亮吗？请你出去。林峰头也不回地向门口走去，低着头的陶红语气有些哽咽，抹着眼泪小跑着离开大院。目的不纯，我还没哭，你倒先哭上了。看着陶红的背影，林峰暗暗吐槽了一句。晚上的乡镇街道出奇的安静，更何况这种偏远地区，不到10点，整条大街店铺全部关门。毫无睡意的林峰在街道上溜达了起来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上个月你还是县各大局一把手的座上宾，现在就沦落到在这山沟无人问津。汪汪！哇！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林峰突然听到狗叫声。起初他并没有当回事，农村好多家都养狗。可紧随其后，他听见了小孩大哭的惨叫声。林峰脚步加快地跟着狗叫声跑了过去，看到一个4、5岁的小男孩，衣服破破烂烂，浑身脏兮兮地坐在地上，往嘴里不停地塞着剩菜剩饭。被绑在门口的恶狗看到自己吃饭的家伙被抢走，拖曳着绳子疯狂狗叫。林峰没想到，在这个物质充沛的时代下，还能出现这种画面。这时院子门发出一声轻响，狗主人打开门走了出来。只见他没有丝毫犹豫的一脚将狗盆踢飞。没吃的就找你妈去，天天来我这儿抢饭。眼看他还要动手，林峰赶紧跑过去将嚎啕大哭的小孩扶起来。你谁啊？少管闲事儿哈！是他先偷我东西的。狗主人见林峰面生，便知道不是乡里的人，所以语气梆硬。就在林峰打算说自己的身份时，不远处跑过来一个人影。小卓！跑过来的人影大声呼喊着，小孩从你怀里挣脱出来，跑向那个人影。
边跑边哭兮兮。大晚上的你乱跑什么？你知道妈妈有多着急吗？让你瞎跑，让你胡跑。女人看到自己儿子后，悬着心放下了，但紧接着将孩子放在自己膝盖上，就开始打屁股了。妈，我等不到你回家，我饿。小孩奶声奶气的回应一声，让女人停下教训的动作，抱着儿子哭了起来。对不起，是妈不好，妈该早点回家的。女人没有找狗主人说理的意思，抱着孩子就要离开。妈，那边还有个叔叔，刚才帮我了。女人这才从夜色中看到朦胧的人影，便朝这边走了过来。看清林峰的脸时，女人浑身哆嗦一下，惊讶的啊了一声。林乡长，你怎么在这？陶红低着头不敢看，尤其想到几十分钟前自己还要给面前的人服务。睡不着，出来溜达会儿。这是你儿子吗？林峰摸摸虎头虎脑的孩子，刻意语气缓和的问了句废话。是我儿子。孩子刚才被狗咬了一口，我送你们去县里医院打个疫苗吧。孩子的胳膊上有一道伤口，还在渗血，得做紧急处理。陶红果断的摇头拒绝。林峰以为他怕花钱，所以提议一切费用我出，疫苗得赶紧打，不然容易得狂犬症。那也不用，谢谢你的好意了。陶红仿佛变了个人一样，语气异常的坚决。林峰皱眉，这女人怎么对自己儿子这么不上心呢？那我去防疫站接个医生过来吧，这么小得了狂犬症总是不好的。陶红还是摇头，抱着孩子不撒手，语气坚决。不行，你也不准去。陶红的再次拒绝让林峰的火气有点上来了。我是看孩子可怜，再说了我是乡长，你还能管我吗？叔叔，我不疼了，你听妈妈的，不要去。妈妈说了，去县城的那条路晚上有妖怪吃人。我爸爸就是晚上在那条路被妖怪吃了。林峰想起白天来时的路况，大概明白了晚上视线模糊不清的情况下，那条路的路况、坡度以及弯度，一个不小心要么侧翻掉下悬崖，要么撞到山体，造成滑石滚落。看来小孩的爸爸多半是这么没的。好，叔叔听你的，不去了。那请叔叔去你家玩可以吗？听到这句话，小卓没有第一时间回话，反而看向自己的妈妈陶红。因为玩这个字在土家沟方言中还有层别的含义。陶红神色有些复杂。林乡长，去我家也可以，就是别当着孩子面。林峰跟着他们来到乡卫生所，给小卓简单包扎一下，就到了陶红家里。三面低矮土墙，正中间一座木头搭建的主房屋，看上去摇摇欲坠。屋子里只有砖头垒起来的一张床，一张木头桌子，其余什么都没了。家徒四壁，说的就是这种吧。小偷进来都得留下200块用来扶贫。林乡长，我们去隔壁玩吧。我就是来你家看看，没别的意思。你的工资少说也有2500块吧，应该不至于把日子过得。林峰指指清贫的家里，有些疑惑地询问着。陶红没有回应，而是带着林峰来到偏房。一间小屋打开门，迎面扑来一股浓厚的药味。床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，旁边扔着一堆乱七八糟的药瓶子。这是我婆婆，当年跟我老公还有公公从那条路摔下去，我公公跟丈夫当场死亡，婆婆命大捡回1条命，但也半身不遂，每月的药钱就得1000多。陶红小声解释着，说完后眼泪也掉了下来。林峰一时间五味杂陈，心里堵得慌。这情况，当地的父母官是怎么能看得下去？我的工资虽然是2000多，但到手根本就没有那么多，只有1200。林峰一听，立马就想明白了其中的猫腻。按理说这一级别单位是不设立接待处的，但接待的活总要有人干的，所以在别的部门增加一个岗位，可以多领一份薪水。这个岗位工资是2500，找个人过来干活只给1200，多的工资到哪自然不言而喻。真是该死！林峰忍不住怒骂了一句钱松明跟赵建喜。这些年土家沟死在这条路上的人不下100了，年年说修路，年年没动静。前段时间省里有了修路的政策，可大伙看着还是没有修路的迹象。林乡长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我给你跪下磕头了，你就签个字让他们把路修了吧。陶红说着便在院子里给林峰下跪。你先起来，我今天刚上任，什么情况都还没不清楚呢。再说修路这么大的事，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。林峰头都大了，这不是逼着自己蹲进去吗？面这些弯弯绕，陶红不清楚，但林峰比谁都明白，只要字一签，自己的下场就是牢底坐穿。赵建喜他们要的不是一条好质量的路，要的是省里拨下的专项款。他们都给我说了，只要你签字，这次的路绝对能修。他们要是再敢骗我，我就豁出去告他们强迫我。只要你签字，他们不敢不修的。林乡长，求求你了。陶红跪在地上，不停地磕头祈求着。林峰叹口气，陶红想的太简单了，他怎么可能告得赢？
给孩子买点吃的，明天我会打电话叫医生过来给孩子打疫苗的。林峰摸了摸口袋，掏出了身上所有的现金，大概1000多块放在地上。接着他叹了口气，没再回应修路的事，离开了。第二天下午，会议室内，书记赵建喜端坐中央，左边钱松明，接着是各大站长以及林峰这个唯一的副乡长。陶虹负责给众人添水，收拾烟灰缸，看向林峰的眼神有那么一些不自然。呵呵，我们土家沟的交通网格有多烂，诸位心里都清楚。现如今省里下了村村通路的政策，我们土家沟得抓住这个机遇，把路网重建一下。我们土家沟需要修复的路总共有3条乡道，预计申请专项款资金比较多，大概7000多万。经组织共同研究决定，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林副乡长负责，也算是给年轻干部一些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大家有意见吗？话音刚落，会议室里变得鸦雀无声。显然每个人都清楚让林峰负责的目的是什么。私下谈不妥，便在公事上强行逼迫林峰签字。在没有任何靠山的情况下，这种事是无解的。林峰沉浸几秒钟后，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样，噌地站起来。既然组织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，我也不能辜负组织的栽培，所以我决定辞职不干了。这是我的辞职报告，请组织给予批准。不是林峰不想为老百姓做事，而是身处这个漩涡中，没有后台，连混吃等死的资格都没有。这群人沆瀣一气，摆明了是要他的命。既然这样，还抱着这铁饭碗干嘛？赵建喜的脸色变得无比铁青。林峰是他计划了很久的替罪羊，现在羊要跑路，这怎么能行？就在所有人发愣的时候，副书记李占奎猛地拍了下桌子：“胡闹！组织是认可你的能力，才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你。你不想着克服困难，迎难而上，一遇挫折就打辞职报告跑路，简直是笑话。这样的干部不要也罢，你辞职也好，我提议同意林峰同志的辞职申请书。”这句话看似是在教训林峰，实则是为他开脱。赵建喜不傻，自然听得出来李占奎的用意，不爽地瞪了眼李占奎，然后脸色铁青地说道：“辞职批复时间为1个月，我会把辞职报告交给组织部人事科，但辞职归辞职，工作不能耽搁。林副乡长，村村通专项资金申请书还是尽快呈交上来。”赵建喜极为不爽地丢下几句话后，拿着林峰的辞职报告走了。会议室众人也纷纷离去，每个人看向林峰的眼神中都充满了幸灾乐祸。林乡长，赵书记已经说得很明确了，辞职也是需要时间的，但工作是一刻不能停。明天我要见到你的申请书。钱松明皮笑肉不笑，拍拍林峰的肩膀，没好气地提醒着。林峰没有理会钱松明的阴阳怪气，坐在椅子上有些无奈，正好与刚才在会议上帮自己说话的李占奎对视上了。林乡长，有没有雅兴？下班陪我喝几杯？昨天你可是醉得太快，一点都不像是酒场不倒翁啊。好啊，李书记给脸，我肯定要兜着。林峰笑着回应一声。看刚才赵建喜对李占奎的态度，两人好像不是一条道的。林峰是最后一个走出会议室的，刚好碰到涮完拖把的陶虹回来。今天的陶虹换了身白色的裙子，洁白的小腿露在外面一截。小卓的疫苗打了吗？早上县里来人打上了，谢谢你，林乡长。陶虹充满感激地回应一声，见林峰的视线在自己身上停留过，当即装作没有站稳，倒向他的怀里。今晚我还在宿舍等你，好不好？不用，下班后你早点回去，小卓身上还有伤呢。林峰将陶虹扶起来，丢下一句话后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下班后，林峰到了李占奎家里，他炖了一只当地特色山地鸡，还准备了一些野兔、野猪肉。在美食的冲击下，两人一杯接着一杯，也将下午会议上不开心的事给抛之脑后了。昨天你在包间装醉是对的，赵建喜跟钱松明那两狗东西胆大包天，土家沟进县的那条路上死了不下100人了，好不容易有政策给钱修路了，这两挨签到的一点实事不干。老哥，我看得着急啊。林峰摸不清李占奎的用意，没有急着搭话，只是举起酒杯。喝酒，不聊那些事了。不聊不行啊，老弟啊，这路现在只有你能修起来，他俩拼了命的想要你负责这个事儿，你既然逃不掉，还不如大大方方的接下来，给老百姓做点实事啊。听到这话，林峰的脸色当即就变了，放下酒杯。他没想到李占奎请自己喝酒的目的也是让自己去负责，申请专项款。老哥，你这是把弟弟往火坑里推啊！看到林峰不高兴，并且把话说开了，李占奎坐直身子后，盯着他一字一句道：“如果这笔专项款到不了乡里，而是留在县里呢？他赵建喜还能把手伸到那里去吗？”林峰语气苦涩，想起自己在县政府大院被人视若无睹的背影，可县里马邦国根深蒂固，款项留在那里无疑是虎口拔牙。老哥，你真是糊涂了，
专项款到了马书记手里，怎么可能留得住？林峰语气苦涩，想起自己在县政府大院被人视若无睹的背影，深知无权无势的无奈。李占奎却放下酒杯，身子前倾，眼神锐利如鹰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笃定。老弟，你忘了自己的身份了？你是前任的秘书，在里头待了3年，里面的弯弯绕比谁都清楚。更重要的是，新来的宁新不是马邦国的人。宁县长，可他刚到任，根基未稳，怎么能跟马邦国抗衡？再说，我一个失势的前秘书，他未必肯见我。他见不见你，不是你说了算，也不是他说了算，是局势说了算。马邦国想把他当成傀儡，他要想站稳脚跟，就必须找帮手。你就是那个最合适的帮手，懂县里情况，跟马邦国有仇，还能帮他抓住土家沟的把柄。李占奎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。他将纸条推到林峰面前，语气郑重：“这是何老的电话，他是我老领导，跟王县长是旧交，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，他会帮你引荐。但我有一个条件，路必须修好，要修就修百年不烂的路，对得起土家沟这3万多老百姓。”何主席，正处级的领导真会愿意帮我这个无名小卒？他帮的不是你，是公道，是这土家沟死去的上百条人命。老弟，这是一场赌局，赌赢了，你不仅能洗刷冤屈，还能真正为老百姓做事。赌输了，我们俩都得栽进去。你敢赌吗？林峰看着纸条上的电话号码，又想起陶洪家徒四壁的模样，想起小卓说爸爸被妖怪吃了时的天真，想起那条吞噬了无数生命的烂路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将纸条攥在手里，酒杯重重一颗桌面。我赌，但我要保证专项款能由我支配，分文不贪，全用在修路上。好，够爽快。两人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酒液入喉，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。窗外夜色渐浓，一场针对马邦国阵营的反击悄然拉开序幕。酒过3巡，两人聊起了家常，气氛渐渐缓和。李占奎话锋一转，忽然提起了林峰的感情生活，眼神里带着几分试探。老弟，看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成家了吗？嗨，一个被发配到山沟的副乡长，长得又普通，谁愿意跟着我，还单着呢？林峰自嘲地笑了笑，语气里满是落寞。李占奎却眼睛一亮，摆了摆手反驳：“这话就不对了，你仪表堂堂又有能力，只是时运不济。刚好我有个亲妹妹叫李月，跟你年纪相仿，在乡里当老师，性子单纯善良，你们年轻人应该能聊得来。”李占奎说着，朝里屋招了招手。一个穿着泛白牛仔裤、白色短袖的女孩走了出来，扎着简单的马尾，肌肤白皙，眉眼清纯，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。她的牛仔裤将修长笔直的双腿勾勒得十分好看，与陶红的成熟韵味截然不同。哥，林乡长，你们吃好了？李月声音轻柔，带着几分羞涩，走到桌前，小声打招呼。林峰抬头望去，只觉得眼前一亮，这女孩身上的清纯气息，让人瞬间忘却了职场的污浊。我吃好了，你林哥还没喝尽兴，你陪他再喝几杯。我年纪大了，熬不住，先去睡了。李占奎说着，慢慢朝里屋走去，走到门口时，又回头叮嘱了一句，语气里的暗示再明显不过。小月，土家沟的路马上要修了，负责人就是你林哥，你们平时要多走动走动，互相照应。小凤，喝多了就住这儿，家里空房间多。林峰嘴里的酒差点喷出来，瞬间明白了李占奎的用意，这是要把亲妹妹许给自己，用姻亲绑牢彼此的关系，既是后手，也是信任。他看着李占奎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既有感激，也有几分无奈。林哥，我哥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们乡的路真的要修了？李月没有听懂哥哥的暗示，满心都是修路的事，拉着林峰的胳膊，急切地询问。他从小在土家沟长大，亲眼见过太多人因为路而丧命，对修路这件事期盼已久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很快就能动工，我会尽力争取，让大家早日走上好路。太好了，林哥，我敬你一杯。你要是能把路修好，就是我们土家沟的大恩人。李月激动地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洁白的脖颈扬起优美的弧度。林峰看着他单纯的模样，心里暗暗发誓，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都要把路修好，不辜负这份信任。不知不觉，夜色已深，两人喝了不少酒。林峰不胜酒力，头晕目眩，李月便扶着他去了客房休息。客房收拾得干净整洁，透着一股淡淡的草木清香。林哥，你好好休息，我给你倒杯水放床头了，要是不舒服就喊我。李月温柔地叮嘱着，帮林峰盖好被子，才轻手轻脚地离开。林峰迷迷糊糊中应了一声，很快便陷入了沉睡。这一夜，他睡得格外安稳，没有了职场的尔虞我诈，没有了随时可能降临的危机。第二天清晨，林峰被一阵头疼唤醒，
口干舌燥的厉害。他摸索着拿起床头的水杯，一饮而尽，才缓缓坐起身。低头一看，他瞬间愣住了，自己的外套和裤子都不见了踪影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就在这时，房门被轻轻推开，李月端着一碗大米粥走了进来，脸上带着淡淡的红晕，眼神温柔地看着林峰。林哥，你醒了啊？头疼不疼？我给你熬了点粥。小月，我的衣服呢？怎么不见了？你昨晚喝多了，吐了一身，我就帮你脱下来洗了，现在还在院子里晾着。李月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小脸通红，眼神躲闪，显然也觉得有些难为情。对不起啊，麻烦你了，我昨天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吧？林峰紧张地询问，生怕自己喝多了酒做出什么冒犯李月的事。李月听到这话，头垂得更低了，声音细若文瑞，带着几分娇羞。没有，就是你一直让我穿黑丝给你看，我只有肉丝，要是你想看，我现在就去穿。林峰瞬间瞪大了眼睛，酒意彻底醒了。他看着李月娇羞的模样，心里一阵燥热，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。他正想说话，门外传来了李占奎的笑声。小芳，醒了就赶紧洗漱吃饭，吃完我送你回去。今天可是你跟何老联系的好日子，别耽误了正事。林峰连忙应了一声，催促李月先出去，自己则快速起床，心里又羞又乱。他知道，经过这一夜，他和李月和李占奎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绑在了一起。吃过早饭，李占奎帮林峰联系了何主席，约定在门口见面。林峰换上晾干的衣服，带着李月开着自己的破桑塔纳，匆匆赶往县城。副驾驶上的李月修长的双腿在阳光下格外惹眼，让林峰心神不宁。林哥，好看吗？我特意找出来穿的。好看，好看。你先在县城逛一逛，我办完事就来找你。车子开进县城，林峰将李月放在商场门口，便独自前往大院。再次踏入这个熟悉的地方，林峰心中感慨万千。曾经他在这里风光无限，如今却只能以一个偏远乡副乡长的身份，小心翼翼地求人。林峰按照约定给何老打了个电话，然后靠在桑塔纳旁抽外等待着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，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：哟，这不是林副乡长吗？不好好在土家沟待着，跑到这里来凑什么热闹？现在这大院阿猫阿狗都能随便进了。来人正是办公室主任孙涛，以前靠着讨好林峰，想让他在王县长面前美言几句，谋求更好的职位。王县长倒台后，他第一个翻脸，还怂恿纪委调查林峰，是个典型的墙头草。孙主任，我是来给宁县长汇报工作的，有人带我进去。汇报工作？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级别，想见县长得提前预约，我可没收到你们的申请。我看你就是来混脸熟的，赶紧滚，别在这碍眼。县长今天的行程排满了，没空见你这种小人物。孙涛的话越来越刻薄，周围路过的工作人员纷纷侧目，眼神里带着看热闹的意味。孙主任，说话注意点分寸，我有没有资格见县长，不是你能决定的。嘿，我就分寸了怎么着？你一个被发配的废物，还敢跟我叫板？再不走，我就叫保安把你拖出去。孙涛说着就要挥手喊保安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低沉而威严的声音传来，打断了他的动作。孙主任，好大的威风啊！县政府大院是让你用来仗势欺人的地方吗？孙涛回头一看，只见何老背着手，冷着脸站在身后，眼神里满是怒意。何老，对不起，是我嘴欠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孙涛一边道歉，一边还装模作样的给自己2个嘴巴子，脸上满是谄媚的笑容。他知道何老年纪大，资格老，在这里没人敢得罪。知道错了就好，组织的脸都被你这种人丢尽了，滚一边去！孙涛如蒙大赦，连忙低着头灰溜溜的跑了。临走前还恶狠狠地瞪了林峰一眼，眼神里满是怨恨。林峰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冷笑，这笔账迟早要算。2人来到3楼，何军没有敲门，直接推开了宁心办公室的门。林峰站在门口，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。他知道这次见面关乎着他的前途，关乎着土家沟的路，不能有丝毫差错。宁县长，人我给你带来了。林峰，土家沟乡副乡长，你们谈，我先回去了。知道了，何主席慢走。林峰走到办公桌前，恭敬地站着，等待宁心说话。他偷偷打量着眼前的女县长，一身干练的职业装，长发竖起，眉眼精致，却带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。林峰，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，我时间有限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林峰如遭雷击，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嘴里下意识地蹦出2个字，带着难以掩饰的震惊和颤音：我去！你说什么？立刻给我滚出去！宁心猛地一拍桌子，怒火中烧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前来汇报工作的副乡长居然敢对自己如此无礼。而林峰
此刻已经彻底懵了。眼前的女县长竟然就是那天晚上在旅馆里被自己误会的女人。他想起那天早上自己仓皇逃窜的背影，想起床头那500块钱，心脏就狂跳不止。要是宁心认出自己，知道那天晚上的人是他怕是真的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你再不滚，我就叫保安了。宁心的手指已经放在了拨号键上，怒火几乎要将他吞噬。林峰猛地回过神，一把关上办公室的门，快步走到办公桌前，90度鞠躬，语气无比诚恳。宁县长，对不起，我为我刚才的无礼向您郑重道歉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错了，请您给我3分钟时间，3分钟后您再决定要不要赶我走，要不要处理我。林峰的态度极其卑微，眼神里满是恳求。林心不知怎么忽然想听听看，他究竟要说点什么。好，我给你3分钟。谢谢宁县长，您刚到平阳，处境并不顺利，马书记把持着一切，您空有县长之名，却没有实力，连一个信任的秘书都没有。林峰开门见山，直接点出宁心的困境。宁心的眼神瞬间变了，带着几分警惕。这个林峰居然能一眼看穿他的处境，看来并非等闲之辈。接着说，3年前王县长刚到平阳时，处境和您一样，被马书记处处打压，但他只用了一招，2个月就打开了局面，那就是往沙子里添石头，深入基层，亮着不听指挥的1把手，重用那些有能力却不受重视的2把手、3把手。这些人渴望机会，只要您给他们信任，他们就会成为您最坚实的后盾。林峰的话如醍醐灌顶，让宁心眼前一亮。他从上面下来，没有基层斗争经验，正愁不知道如何破局。这个办法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我曾是王县长的秘书，这些都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而且我还有一件事要向您汇报，关乎土家沟3万多老百姓的性命，也关乎上面下拨的7000多万村村通专项款。林峰说着，从公文包里掏出提前准备好的材料，递到宁心面前。材料上详细记录着土家沟这些年因道路问题死亡伤残的人数，每一个名字，每一件事都触目惊心。这群蛀虫3年死了上百人，衰残几百人，这群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宁心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。他一路顺风顺水下来，从未想过在如今这个时代竟然还有如此黑暗的地方。宁县长，赵建喜和钱松明没有这么大的胆子，他们背后是马邦国在撑腰。这笔7000多万的专项款，马邦国想从中克扣5000万，只留2000多万给土家沟修路，到时候修出来的路还是一条烂路，根本经不起考验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宁心已经认可了林峰的能力，也明白了他的来意。他知道林峰和马邦国有着不共戴天之仇，是可以争取的力量。我的想法是，我回到乡里提交修路申请书，做好前期准备工作，等省里的专项款下来，您想办法把这笔钱卡在县里，直接拨付给施工队，这样一来他们就无从下手。林峰的计划周密，直击要害，但宁心却没有立刻答应，而是紧紧盯着林峰，眼神复杂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会不会是马邦国派来的，故意给我设套？信任是最珍贵也最脆弱的东西。宁心刚到平阳就被马邦国算计，不得不处处提防。林峰早有准备，他凑近宁心，压低声音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。马邦国每隔3天就会让他的秘书丁大鹏给他物色女人，这件事是我跟着王县长时调查到的，只是还没找到证据，王县长就出事了。另外，只要我还在这里，王县长以前的旧部就会慢慢向我靠拢，到时候马邦国的铁桶就会不攻自破。这句话就是林峰递给宁心的投名状。宁心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，双拳紧握，眼中充满了杀意。好，我信你。申请书尽快交上来，专项款的事我来想办法。你记住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安插在基层的棋子，我要你成为一头横冲直撞的猛虎，撕开马邦国的防线。请宁县长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林峰心中大喜，连忙鞠躬道谢。他知道自己赌赢了。宁心挥挥手示意他离开，看着林峰的背影，宁心拿起那份材料，眼神坚定。马邦国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林峰离开后，去商场接了李月，准备返回土家沟。而此时大院里已经炸开了锅。林峰被宁县长重用，得到县长撑腰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各个部门。4楼，马邦国站在窗前，看着林峰的桑塔纳驶离县政府大院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丁大鹏站在身后，低着头，大气不敢出。废物，连林峰都搞不定，还想套他的话，真是酒囊饭袋。书记，对不起，是我无能。林峰现在套上了宁县长的虎皮，我们不好动手。要不让赵建喜换个人？虎皮不过是母老虎的皮罢了，人事权在我手里，他就算套上100层虎皮，也还是个山沟里的副乡长。
告诉赵建喜，我的耐心有限，让他抓紧时间把申请书交上来，把专项款拿到手。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，就让他自己凑7000万给我。马邦国的语气很厉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。桑塔纳上，林峰接到了李占奎的电话，电话里传来李占奎豪迈的笑声：“老弟，好样的，我就知道自己没看错人。老何刚才还说你是扶不起的阿斗，现在看来他才是老糊涂了。我在家摆好了酒，等你回来庆祝。”谢谢老哥，我马上就到。挂了电话，林峰看着身边的李月，又想起宁心的承诺，心中充满了斗志。他知道，有了宁县长这层虎皮，他在土家沟就能挺直腰杆。接下来就是和赵建喜、钱松明正面硬刚，为土家沟的老百姓修一条真正的致富路、生命路。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。车子刚停在门口，钱松明就一脸堆笑地迎了上来，身后跟着2个拎着公文包的工作人员，眼神却透着几分不善。赵建喜站在办公楼台阶上，双手背在身后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，与此前的热情判若两人。林乡长，可算回来了。丁秘书的电话你也该接到了吧？修路申请书的事不能再拖了。申请书我自然会交，但程序得走到位。乡里的测绘报告、村民签字确认单都还没齐，贸然上报，省里验收通不过，谁来担责？林峰故意拿程序说事，他算准了赵建喜和钱松明急着要专项款，却未必把基础工作做扎实。钱松明果然脸色一变，上前一步想争辩，却被赵建喜用眼色制止。程序的事我来安排，3天之内所有材料给你备齐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3天后必须把申请书递到县里，不然你这个副乡长怕是坐不稳了。赵建喜的话带着赤裸裸的威胁，眼神里的狠厉毫不掩饰。林峰心中冷笑，他知道这是马邦国的意思，可如今他有宁心撑腰，早已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赵书记说笑了，我这个副乡长是组织任命的，不是谁想撤就能撤的。申请书我会按规矩递，但能不能批下来就得看县里的意思了。林峰说完，不再理会脸色铁青的赵建喜，扶着李月下了车，径直朝宿舍走去。钱松明看着2人的背影，凑到赵建喜身边，语气急切：“书记，这林峰明显是有恃无恐，是不是跟新县长搭上关系了？咱们要不要……搭上又怎么样？在土家沟还轮不到他撒野。你去把陶红叫过来，我就不信一个毛头小子能过得了美人关。”夜幕降临，土家沟乡一片寂静，只有乡政府宿舍区还亮着几盏灯。林峰正在整理修路的初步方案，房门被轻轻敲响，门外传来陶红怯生生的声音：“林乡长，您在吗？我给您送点热水。”“进来吧。”房门推开，陶红端着一个搪瓷杯走进来，身上换了件浅色的碎花衬衫，头发梳理得整齐，脸上带着几分刻意的娇羞。他将水杯放在桌上，眼神躲闪，双手紧张地攥着衣角。“林乡长，白天小酌的事又麻烦您了，我也没什么能报答您的，要是您有什么需要……”陶红的话越说越小声，语气里的暗示再明显不过。林峰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心中没有丝毫波澜，只有对赵建喜的鄙夷。“陶红，你的难处我知道，婆婆要治病，孩子要养，不容易，但你要清楚，赵建喜让你来，不是为了帮你，是为了利用你。”林峰的话一针见血，陶红的身体猛地一僵，头垂得更低了，眼泪瞬间涌了上来。“我知道，可赵书记说，要是我不照做，就把我从接待处辞退，还停了我婆婆的低保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”“这钱你拿着，先给婆婆买些药。接待处的工作你不用怕，有我在，没人能辞退你。低保的事我明天就去协调，保证不会停。”林峰将钱递到陶红面前，语气温和却坚定。陶红看着那叠钱，眼泪掉得更凶了。他没想到自己一次次被当作棋子，最后帮他的却是这个曾经被自己试探的人。“林乡长，谢谢您，我对不起您，之前是我鬼迷心窍。”“这事不怪你，赵建喜让你来找我，是不是为了申请书的事？”“他让我想办法劝您签字，还说要是您不签，就诬陷您对我动手动脚。”林峰眼中闪过一丝寒意，赵建喜果然够狠。他扶着陶红坐下，语气严肃地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明天你正常去上班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他要是再找你，你就把他的话都记下来，告诉我。”陶红重重地点点头，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他拿着钱，千恩万谢地离开了宿舍。看着陶红的背影，林峰拿出手机，给宁心发了一条短信，告知了赵建喜的阴谋。没过多久，宁心就回了短信：“静观其变，我来帮你收尾。”第二天一早，会议室里，
赵建喜正拍着桌子大发雷霆。原来上面突然发话，要求保障困难群众低保发放，严禁随意停保，还特意提到了陶红婆婆的情况。这肯定是林峰搞的鬼，他昨晚肯定跟县里联系了，不然怎么会这么巧？好个林峰，居然敢跟我玩这手！看来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。赵建喜正想让人去叫林峰，办公室主任突然跑了进来，脸色惨白地说道：“不好了，县里来人了，是纪委的同志，说是要调查咱们乡低保发放和接待处岗位设置的事。”赵建喜和钱松明同时愣住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宁新竟然会来得这么快，而且一出手就是纪委。慌什么？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让他们查。你去把低保和接待处的账目都整理好，不能出一点差错。钱松明连忙点头，转身去准备账目。可他心里清楚，接待处的岗位本就是违规设立的，工资克扣的事更是一查一个准，根本瞒不住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敲响了会议室的门，他们俩脸色骤变。几位纪委同志走进会议室，直接拿出调查通知书，宣读了他们参与的恶劣事迹，要带回去接受调查。这都是诬陷，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们。是不是诬陷？查了就知道。这是陶红同志的证词，还有接待处工资发放的流水记录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赵建喜看着那份材料，双腿一软，差点瘫坐在椅子上。他知道自己这一次栽了，而这一切都是林峰和宁新布下的局，借力打力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击中了他的要害。赵建喜和钱松明被带走的消息在土家沟乡炸开了锅，整个乡里人心惶惶，生怕自己受到牵连。下午，县里传来通知，由林峰临时主持土家沟全面工作，待新的班子到位后再做调整。这个决定既在意料之外，又在情理之中。李占奎威望虽高，但立场不够坚定，其他人要么能力不足，要么是马邦国的人，只有林峰既有宁新撑腰，又有老百姓的认可。老弟，好样的，我就知道你迟早能挑大梁，这下土家沟的路有指望了。老哥，这担子可不轻啊，赵建喜留下的烂摊子不少，不光是修路，还有低保民生这些事都得一一理顺。你放心，我全力支持你。乡里的老同志们也都盼着能干点实事。陶红那边你也不用担心，他已经把赵建喜克扣工资、逼迫他做事的事儿都跟大家说了，没人会怪他。林峰点点头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当天下午，林峰召开了大会，明确了工作重点：一是加快推进村村通公路项目，3天内完成所有前期材料的审核上报；二是全面核查低保发放情况，对违规停保错保的情况逐一纠正，补发被克扣的低保金；三是整顿工作作风，杜绝徇私舞弊的胡乱现象。会上，陶红作为工作人员代表发了言，他含泪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，以及林峰对他的帮助，引得在场不少干部动容。大家纷纷表示愿意配合林峰的工作，齐心协力把土家沟建设好。散会后，林峰独自来到土家沟的山脚下，看着那条蜿蜒曲折的烂路，眼神坚定。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，马邦国不会善罢甘休，接下来的斗争只会更加激烈。但他无所畏惧，因为他的身后有宁新的支持，有李占奎的助力，还有土家沟3万多老百姓的期盼。办公室内，马邦国将手中的茶杯狠狠摔在地上，碎片溅了一地。赵建喜和钱松明被开的消息让他怒不可遏，更让他感到恐慌。林峰临危受命，无疑是宁新在向他宣战，而调查的矛头迟早会指向自己。书记，要不咱们先停一停？林峰现在有宁新撑腰，又主持乡里工作，硬拼恐怕对我们不利。停？怎么停？赵建喜知道我们太多事，要是他把什么都说了，我们都得完蛋。你去打个招呼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都不能让赵建喜乱说话。可是书记，看守所那边是宁县长提拔上来的人，我们恐怕……那就找其他人，让他们想办法，不管是花钱还是找人，必须把这事压下去。另外，给我查林峰，当年的事他怎么可能一清二白？丁大鹏连忙点头，转身去安排。马邦国坐在椅子上，他不甘心，自己经营了这么多年，怎么能输给一个刚到任的县长和一个失势的秘书？他必须想办法扳回一局。而这一切都被宁新看在眼里，他早就料到马邦国会狗急跳墙，提前安排了人跟着丁大鹏，将他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了下来。此时宁新正看着手中的监控录像，冷笑一声：马邦国，你这是自寻死路。宁新拿起手机给林峰打了个电话，
语气严肃地说道：“林峰，马邦国开始反扑了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他派人去土家沟查你，我已经安排人盯着了，你这边也要做好防备，别让他抓住把柄。”林峰心中一凛，谢谢宁县长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注意的，也会尽快把修路申请书递上去，不让他有可乘之机。3天后，土家沟乡的修路申请书顺利递到了县里，宁新亲自督办，很快就审核通过，并且上报。马邦国得知消息后更加急躁，他没想到自己处处阻拦，还是没能挡住修路项目的推进。就在这时，平阳县的街头巷尾突然流传起一些关于林峰的谣言，说林峰当年能当上秘书就不光彩，前领导倒台后不知道怎么又跟宁新有了关系，才得以主持土家沟乡工作，甚至还捏造了林峰与陶虹关系的谣言，说得有板有眼。谣言越传越广，不仅在县里传开了，还传到了土家沟乡。一些不明真相的村民开始对林峰产生质疑，甚至有人跑到门口要求林峰给出说法。林哥，这些都是假的，你快跟大家解释清楚啊！林乡长，都怪我，要是我当初没去找你，就不会有这些谣言了。我现在就去跟大家解释，是我自愿去找你的，你没有逼迫我。林峰安抚地拍拍两人的肩膀，语气平静：“别急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这些谣言是马邦国故意捏造的，就是想扰乱我们的心神，阻止修路。我们越是慌乱，他就越得意。”林峰没有急于解释，而是召集了村民大会。会上，他没有为自己辩解，而是拿出了修路的设计图纸和预算方案，详细讲解了修路的时间、进度和质量保障措施，还承诺会定期向村民公示工程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。各位乡亲，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关于我的谣言，我不想过多辩解，只想告诉大家，我来土家沟不是为了虚名利禄，就是想把路修好，让大家出行方便，让孩子们能安全上学，让老人们能顺利就医。至于我的为人，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，等路修好了，大家自然会知道我林峰是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。林峰的话真诚而有力，村民代表们纷纷点头。小卓的奶奶被人搀扶着站起来，声音颤抖地说道：“我相信林香长，我儿子就是死在那条烂路上。要是林香长能把路修好，就算那些谣言是真的，我也认了。”有村里人带头说话，其他村民也纷纷表示相信林峰。谣言风波就这样在林峰的冷静应对下悄然平息。这之后，林峰全身心投入到修路前的准备工作中，联系施工队，实地勘测路线，协调村民占地问题，忙得脚不沾地。而所里，赵建喜的心理防线正在慢慢崩溃，被派去想搭救他的人，被宁新提前安排的人抓了现行，不仅没能见到赵建喜，反而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。赵建喜得知后，彻底明白了，马邦国已经放弃他了，与其成为一颗废子，不如主动承认错误。这天，赵建喜主动提出要见纪委，一见面就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说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干这些坏事，我是真心悔过的，你们相信我。纪委同志根据赵建喜的供词，迅速展开调查，调取了相关的账目、银行流水和监控录像，收集到了马邦国的关键证据。宁新看着手中的证据，眼神坚定，他知道收网的时候到了。他立刻召开大会，公之于众。同志们，经过纪委同志的深入调查，现在我宣布，立刻对马邦国采取留置措施，将丁大鹏等人一并调查。会议上，虽然还有几个马邦国的亲信想阻拦，但宁新拿出的证据铁证如山，再加上何老等老领导的支持，最终全票通过了决议。当天下午，马邦国就被人带走了。马邦国等人被抓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平阳县，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土家沟乡的村民们更是激动不已，纷纷跑到大院门口，放起了鞭炮，庆祝这个好消息。宁新趁机整顿队伍，提拔了一批有能力、有担当的人，全县的工作都步入了正轨。而土家沟乡的修路项目也迎来了新的进展，省里的专项款顺利拨付到了县里。宁新按照之前和林峰的约定，由县统一管理，直接拨付给施工队，全程公开透明，杜绝任何克扣挪用的可能。开工仪式当天，土家沟乡热闹非凡，村民们自发地来到现场，有的帮忙搬桌椅，有的帮忙维持秩序，脸上都洋溢着期待的笑容。宁新亲自来到现场，为开工仪式剪彩。乡亲们、同志们，土家沟的这条路不仅是一条便民路，更是一条致富路、希望路。过去因为这条路，太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今天我们终于要把它修好了。我向大家保证，这条路由林峰同志全程监督，质量绝对过关，工期绝不拖延。
一定要给大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村民们欢呼雀跃。林峰看着这一幕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从最初的混吃等死，到如今的肩负重任，他知道自己没有辜负李占奎的信任，没有辜负宁心的重托，更没有辜负土家沟的老百姓。开工仪式结束后，宁心单独找林峰谈话。阳光下，宁心穿着干练的职业装，脸上少了几分冰冷，多了几分柔和。林峰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若不是你，土家沟的路修不起来，我也不会这么快拿到结果。林峰被他夸得有些不好意思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多亏了宁县长您的支持，要是没有您，我也成不了事。宁心盯着他看了一会，把林峰看得有些发毛，他才笑着说：其实那天在办公室，我就觉得你眼熟，后来我才想起来，你就是那天晚上。宁心的话没说完，林峰的脸瞬间红了，连忙低下头，尴尬地说道：对不起，那天晚上是个误会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那500块钱。好了，过去的事就别提了，算是不打不相识吧，以后好好干，土家沟需要你，平阳县也需要你这样的干部。林峰抬起头，看着宁心的笑容，心中的尴尬一扫而空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修路的工程开工后会遇到的问题还有很多，不过我相信你可以解决。那之后，林峰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，监督工程质量，协调各种问题。李占奎主动帮他分管乡里的日常工作，陶红则组织了一批村民志愿者，为施工队送水送饭，保障施工队的后勤工作。整个土家沟乡都凝聚起了一股齐心协力修大路的力量。只不过很快麻烦事就来了，有几户村民因为占地问题不愿意配合施工，甚至跑到工地上闹事。林峰得知后没有强行施工，而是一次次上门拜访，耐心地跟村民讲道理，讲解修路的好处，还承诺会给予合理的补偿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。其中有一户村民，儿子在外打工，家里只有2位老人，担心修路会影响自家的宅基地。林峰得知后，亲自带着施工队的设计师上门，重新调整了路线，尽量避开老人的宅基地，还安排人帮老人修缮了房屋。老人深受感动，不仅不再反对修路，还主动帮着劝说其他村民。小卓也经常跟着陶红去工地上，看着一天天变长变平整的公路，小脸上满是兴奋。林叔叔，路修好了，我就能坐着车去县城上学了，再也不用担心被妖怪吃掉了。林峰摸了摸小卓的脑袋，笑着说：对，路修好了就没有妖怪了，以后你不仅能去县城上学，还能去更远的地方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公路在村民们的期盼中一点点延伸。工地上机器轰鸣，人声鼎沸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。路过的村民都会停下脚步，看着平整的路面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这天，县里组织各乡镇负责人来土家沟乡观摩学习，看着正在修建的公路和村民们积极配合的场景，其他乡镇的负责人都赞不绝口。林乡长，你真是厉害，不仅能把路修起来，还能让老百姓这么支持，这才是真正的民心所向啊！不是我厉害，是老百姓渴望有条好路，只要我们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做事，老百姓就会支持我们。观摩结束后，宁心对林峰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决定在全县推广土家沟乡的工作经验，鼓励各乡镇积极推进民生项目，切实为老百姓办实事、解难题。而林峰也因为在修路工作中的突出表现，被列为县里的重点培养对象。半年后，土家沟乡的村村通公路顺利竣工。这条全长20多公里的公路，从土家沟乡一直延伸到县城，路面平整宽阔，两旁还种上了行道树，成为了大山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通车仪式当天，土家沟乡张灯结彩，锣鼓喧天，村民们穿着喜庆的衣服，早早的就来到了公路旁，等待着通车的那一刻。宁心也来到了现场，和村民们一起庆祝。当第一辆汽车缓缓驶过公路时，村民们欢呼雀跃，掌声、欢呼声此起彼伏。小卓拉着陶红的手，兴奋地跑在公路上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林峰站在公路旁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心中充满了成就感。这条路不仅结束了土家沟乡交通闭塞的历史，更承载着土家沟老百姓的希望和梦想。宁心走到林峰身边，看着宽阔的公路，笑着说道：林峰，你做到了，土家沟的老百姓不会忘记你的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以后我们还要修更多的路，让土家沟的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。李占奎拍着林峰的肩膀，哈哈笑道：老弟，说得好，以后咱们土家沟不仅要有路，还要发展产业，
种果树，搞养殖，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。通车仪式结束后，村民们自发地组织了一场庆功宴。宴会上，村民们纷纷向林峰敬酒，感谢他为土家沟修好了路。陶红端着酒杯走到林峰面前，眼中满是感激。林乡长，谢谢您，这条路修好了，我婆婆以后去县城看病就方便了，小卓也能安心上学了。我们全家都感激您。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希望以后土家沟能越来越好。月光下，公路两旁的路灯亮起，像一条银色的长龙，蜿蜒在大山之中。庆功宴上的欢声笑语传遍了整个土家沟乡。林峰知道，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未来还有更多的事要做，还有更长的路要走。